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21年提交的一份报告，由于核武器升级项目等原因，在2021年至2030年期间，美国核武器支出将耗资6340亿美元，但相关项目进度不理想。美国政府问责局日前表示，因为哨兵洲际导弹承包商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在关键设计审查阶段出现失误，导致整体进度将会延后10个月，完成时间从今年7月延到明年5月。研发人员短缺、进出口通关延迟，加上开发所需的机密设施进度不理想，造成哨兵计划比原定进度落后。其实这个项目还遇到供应链中断的窘境，进度也再次延迟。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认为，因为这个计划十分复杂庞大，所以想按计划进行是非常大的挑战。目前承包商也正在研究多种供应链缓解措施，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按照原计划，哨兵导弹将在今年进行首次试射，但实际上在今年3月，美国空军和诺格公司才进行了该导弹1级火箭发动机的第一次静态动力测试。这是哨兵3级火箭发动机中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美军计划在今年测试验证哨兵所有3级火箭发动机的设计和性能。目前，民兵3导弹是美国唯一现役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该导弹最大射程12500公里，是美国第一种装备分导式多核弹头的洲际导弹。1970年开始装备美国空军，1975年完成部署，1978年11月结束生产。自首次部署以来，美国空军对民兵3导弹进行了多次延寿改进，但民兵3导弹在设计之初并未考虑承受50年的超期服役。在不断升级改造的过程中，各类技术部件在集成时会带来各种兼容性问题，一旦突破阈值，就需要更大规模的升级改造，周而往复，导致其成本逐年升高。而且，该型导弹的助推器和导弹制导计算机在2020年之后都将达到预期寿命，可能出现可靠性问题。对这个项目来说，美国人当然他老想保持一个霸权地位，就绝对领先于对手。所以实际上，民兵3导弹放在今天也不是很落后，但是他觉得依然老旧了啊。确实很多零部件你即使不落后，搁的时间太长，它也是有这个到期的一些问题啊。所以项目它肯定还会持续下去啊，但是花费高昂，而且时间上不一定能按照之前的节点来完成。为继续保持陆基核威慑的稳定性，美军自2010年起开始研究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后续发展问题。陆基战略威慑项目于2011年启动。2015年，美国空军发布了未来陆基战略威慑系统的信息征询书，进一步明确 GBSD 的一些技术方案和能力需求。文件显示 ，GBSD 依然会保留单弹头和多弹头配置，一方面将采用全新的飞行系统，包括助推级、制导系统、载入系统和末修级；另一方面将采用全新推进系统，包括发动机、制导和控制系统。据称，相比民兵3导弹发动机使用的重型钢制外壳 ，GBSD 的助推器将使用复合材料，质量比民兵3轻得多。这样能够增加导弹的投掷质量，允许 GBSD 携带不同的有效载荷，以提升导弹的突防生存能力，并为未来的任务赋予更大的灵活性。同时，还会采用新的武器指控系统以及翻新发射控制中心和发射设施。另外 ，GBSD 的寿命周期要求超过50年，需要具备灵活性、适应性和经济可承受性。2020年9月，美国空军部正式将开发陆基战略威慑导弹系统的合同授予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去年4月，陆基战略威慑导弹系统正式公布官方型号为 LGM-35A 哨兵。哨兵服役后将1对1的替代民兵3，最终部署规模将达到450枚。时事评论员秦真告诉深圳卫视记者，相对于老对手俄罗斯近些年在陆基核力量型号辈出，尤其是性能出众的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即将服役，进度远超美军哨兵项目。但从技术上来看，陆基洲际导弹领域无论美俄都没有出现革命性的变革，仍是既有技术路径的不断升级。而美国在许多领域的技术仍处于领先地位，包括计算机、数字技术、通信导航等。所以美军尽管在陆基洲际导弹看似更新慢、型号少，但仍是全球核打击力量中非常强大的存在。
包括美国一直它沿用固体燃料，它也许固体燃料它的技术、它的安全性、它的比冲会比俄罗斯导弹好一些啊。但是就像我前面说的，没有革命性技术啊，不还是传统的架构、传统的技术的一个精进而已。美国多年来始终将海空战略核力量的现代化发展作为重点，对于陆基核力量发展的关注度有限。陆基核力量的相关设备陈旧，相较于海空战略核能力而言，应对威胁的能力已经不足，由此导致美国核力量发展严重失衡。2023财年，美国加大对核武库的资金投入，用于升级核武库的预算高达344亿美元。在武器平台方面，除了哨兵洲际导弹的持续研发，新一代战略轰炸机 B-21也计划于今年实现首飞，并在2025年具备初始作战能力。美国空军计划采购100架该型轰炸机。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首艇已于去年举行龙骨铺设仪式。美国海军计划未来装备12艘该级核潜艇，它将于2031年开始担负战略巡航任务，逐步替换现有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作为世界最先进的核大国，3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它一个都不能少啊。实际上这3位一体海陆空是互为补充的啊。你多一种形式，你就多一种手段，你就多一种选择性。这个对美国来说，它是不会放弃的。去年，拜登政府向国会提交的2023财年核态势评估报告，对美国核战略做重大调整，加紧核武器研发和核武库升级换代，大幅度提升核武力量，扩展推进核武器前沿部署，为动用核武器松绑。毫无疑问，美国核武新动作正在释放危险信号，尤其是在美国退出一系列军控条约的背景下。而且，当前美俄唯一的军控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也处于停摆状态。缺乏有效监督的核武力量建设，只会加剧全球的核竞争与核危机。